说到美国的战略轰炸机，毫无疑问，当属极具科幻色彩的 B-2幽灵轰炸机了。其飞翼式的隐身布局，时至今日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款隐身战略轰炸机。正所谓颜值即是战斗力，真的很难相信 B-2竟然是一款上世纪80年代打造、90年代服役的古董。那么 B-2为什么停产？ B-21又是怎么来的？美国的这些战略轰炸机又是部署在哪里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。1981年，诺斯洛普加波音团队击败了洛克希德加洛克威尔的双洛组合，正式拿下先进技术轰炸机计划 ATB 项目，自此开始研制 B-2。 B-2被设计为只需要2名飞行员即可完成飞行和作战任务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现役的其他2款战略轰炸机 B-1B 则需要4人，而 B-52是5人。当然， B-2最引以为傲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其隐身性能。自上世纪第一款隐形战机 F-117夜鹰诞生以来，隐身性能就一直是美军发展各类新型战机优先选择的方向，当然 B-2也不例外。除了大量采用可以吸收大部分雷达信号的复合材料之外，其飞翼式的布局更是将其雷达散射面积降低到 0.1 平方米以下。B-2长度21米，翼展52.4米，高度5.18米，最大起飞重量170吨，最大载弹量22吨，最大飞行高度15000米，最大航程11000公里。由于采用飞翼式隐身布局，这样最大速度只有 0.95 马赫，无法超音速。B-2于1993、1995、1997年分3批交付，单价高达24亿美元。这一价的金额几乎可以让美国空军装备一个中队的 F-35了。没错，若以重量计， B-2的重量单位价格比黄金还要贵上2至3倍。如此贵重的飞机，至今为止一共建造了21架，其中在2008年，美军部署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2架 B-2在跑道相继起飞。第一架顺利升空后，第二架堪萨斯幽灵号由于在起飞前24个感测器中有3个因进水受损，这样就测得了错误的大气信息，导致飞控电脑错误地计算了起飞所需的飞行速度和上升角度。这架 B-2在只起飞了几十米的高度后，左翼滑地断裂，一头栽下，坠毁起火，24亿美元瞬间化为乌有。所幸2名飞行员及时跳伞，平安获救。好景不长，2年之后的2010年，还是关岛，另一架 B-2华盛顿幽灵号在跑道滑行准备起飞时，左侧的一台发动机突然发生严重故障而起火，短时间内大半个机身被火焰包围，飞机烧毁在机场跑道外的草坪上。如此昂贵的宝贝，实战效果如何呢？ B-2第一次投入实战就是1999年让所有中国人印象深刻的科索沃战争，而它正是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罪魁祸首。1999年5月8日，一架 B-2从美国本土起飞，如幽灵一般发射了5枚捷达姆精确制导炸弹，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，致使3人死亡，数十人受伤。很多人会将罪魁祸首误认为 F-117， 这也许是一种时间久远后的记忆偏差。F-117的确也是当年那次科索沃战争的另一主角。就在中国大使馆被袭击的40天前，1999年3月27日，一架 F-117A 战斗机被南联盟的老式萨姆3防空导弹击落，神话破灭。而袭击中国大使馆的捷达姆炸弹 F-117直到2004年才首投成功。B-2袭击中国大使馆起因也正是这次 F-117被击落，只是我们仍旧不知道当年投下5枚捷达姆炸弹的这架 B-2到底是幽灵几号。 B-2在只生产了21架就停产了，后面规划的 AV-22 至 AV-165 也因故取消。表面原因当然是因为其高昂的价格，而实际上则是 B-2已不再适合当今世界的战略格局，战场变了，对手也变了。 B-2在1981年开始研制，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当时的苏联，而其战场势必发生在中欧。那个年代对于战略轰炸机的设计思维还是强调纵深能力，就是突破防空体系到对方本土丢炸弹。苏联靠的是图160的速度，而 B-2靠的则是独步全球的隐身技术。而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，防区外巡航导弹被广泛运用，无人机技术也日新月异。现在对于战略轰炸机的思考更多的是考虑其生存能力。在具有完备防空体系的对手面前，是无论如何不会让 B-2这么贵的飞机去勇闯火线的。而即便 B-2可以做到隐身纵深偷袭，但一丢炸弹即暴露目标给对手，
以及 0.95 马赫的最大逃逸速度，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全身而退的。随便一个国家的超音速4代机都可轻易追上并将其击落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在之前讲轰2.0的视频中有过详细介绍，并跟俄罗斯图100进行了对比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么 B2 不再适合了，而美国现役另外2款 B52 和 B1B 又廉颇老矣，那么谁能代替呢？那就是美国的下一代战略轰炸机 B21突袭者。2004年6月，美国空军空战司令部开始研究新型轰炸机项目，用于取代当时老迈的 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，计划在2018年便开始服役，并被命名为下一代轰炸机 NGB。 这款下一代轰炸机也被寄予厚望，将具备 B2 所没能达到的超音速和无人驾驶飞行能力。到了2006年，这款新型轰炸机被命名为 B3。2008年，波音这次选择跟洛马合作，正面 PK 诺格，正式开始了这一项目的角逐。但随后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，引发了震动整个世界的金融海啸，美国的军备预算也随即遭受影响。2009年6月，2个设计团队就被告知这个下一代轰炸机 NGB 项目将被终止。这样，原型机还没出来， NGB 在只停留在图纸上就夭折了。正因如此，五角大楼也宣布将同时延长 B52同温层堡垒、B1B 和 B2幽灵的服役期限，并停止了对 NGB 项目的拨款。尽管 B52在所有具备发射巡航导弹能力的战略轰炸机中维护和使用费用最低，但总不能让这位老爷子服役超过100年吧。所以2009年9月，在枪毙了 NGB 项目后，美防长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轰炸机概念，这就是后来的远程打击轰炸机 LRSB 项目。这个项目空军唯一的指标要求就是便宜，单价被牢牢限制在 5.5 亿美元以下，这几乎是 B2 的1/5。到了2012年， LRSB 项目正式启动。在轰炸机上有颇深造诣的波音，与在隐身性能上有着丰富经验的洛马再次强强联手，而对手当然就是创造过 B2 和 XGB 的诺格。诺格之所以能够入围，是因为 LRSB 项目中唯一透露出的官方细节是，未来的这架轰炸机将具备载人和无人2种驾驶模式，并可以隐身，而这2个指标刚好是 B2 幽灵和无人机 XGB 的优势。因此，到了2015年，诺格最终击败了波音加洛马的组合，赢得了远程打击轰炸机 LRSB 的合约。新型轰炸机将拥有比 B2 更小的机身，但保持前者的布局。随后，这个远程打击轰炸机被正式命名为 B21突袭者，用于纪念1942年的杜立特空袭。因此，预计 B21将是一款缩小版的 B2， 计划将在2021年12月首飞，并于2025年左右形成初始战斗力。B21相对 B2 而言，在最大起飞重量和载弹量等等多个方面都大幅缩减。这种减在单价成本上虽然更有优势，但能否达到美国未来的战略目的，这里就要打一个问号了。1年的时间不长，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介绍完 B2 和 B21， 美国现役战略轰炸机还有2款，分别是 B52 和 B1B。那么大家可能会很好奇，这3B 都部署在哪里呢？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。美国现役共有76架 B52， 为3B 中最多，分别装备给了3个轰炸机连队。我们先来看第2和第307驻扎的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。这个基地并不大，但在机场停机坪上却停满了 B52同温层堡垒。B52长度 48.5 米，翼展 56.4 米，个头为3B 中最大，如图也超过了俄罗斯的图95。但如果不摆在一起对比，这种俯视图还真的有点难于分辨它与其他4发加油机的区别。教大家一个窍门，我们注意 B52的发动机看似是4个发动机，其实在每个位置是有2个普惠发动机的，这样 B52就是8发。从地图中可以清晰看到每个位置有2个发动机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第5联队所驻扎的北达科他州米诺特空军基地，在这里依旧可以看到很多的8发 B52轰炸机。B52逛完了，我们接着去看 B1B。B1B 现役共66架，有第7和第28两个连队。我们来到第7联队驻扎的德克萨斯州迪埃斯空军基地，一目了然看到了一排的 B1B， 尖尖的鼻头非常好辨认。这型轰炸机也经常在台海附近频繁出现。
接着我们再来到第28联队所在的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，机身后端的4个发动机喷口拍摄的也非常清晰。最后就来到今天的主角 B2。B2 由于只生产了21架，其中摔了1架，烧了1架，数量最少，所以只装备了1个联队，就是第509联队。其驻扎地就是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。我们来到怀特曼基地，这个基地名气不小，通常 B2 在全球执行任务，包括科索沃、中东或者朝鲜半岛，都是从这里起飞的。不巧的是，在卫星拍摄的时间，只有1架 B2 停在了外面。另外，可能很多人会听过，美国的国民警卫队131联队也同时拥有 B2 轰炸机。实际上都是这一批飞机，只是509和131两个联队共享的飞机、地面设施和配套武器等等，只是人员不同罢了。最后还有一个基地是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，这里专门用作战略轰炸机的测试工作，驻扎了3B 中的各1架。我们可以在地图中清晰看到1架 B52和1架 B1B， 这里 B2 藏起来了，卫星没有拍到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会奇怪，这些基地虽然驻扎了轰炸机，但之前视频不是介绍过夏威夷和关岛也看到了这些轰炸机的，那边不是也有部署吗？这里就要给大家解释一下驻扎和部署的区别了。驻扎英文 station 是轰炸机联队长期驻守、维修、保养的所在地，也就是轰炸机的母基地，通常不会变化。而部署英文叫做 deploy， 则是根据美国实际的战略需要而定的，随时都可以产生变化。而战略轰炸机这种东西有投射核武器的能力，较为敏感，所以通常战略宣示味道更为浓厚。比如近年美国的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到亚太，这就是你可以在第2岛链关岛和第3岛链夏威夷看到这些战略轰炸机的原因了。好，本期视频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美国的 B2幽灵和未来的 B21突击者战略轰炸机，以及现役3款轰炸机3B 的驻扎基地，希望对了解美军的战略装备和我们自己未来的轰20能有所帮助。好，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